进来。你谁呀？老师，是我。雅山。老师，罗副站长，密电处处长郭阳山前来认证。郭阳山怎么回来了？原来密电处的吴处长呢？吴处长已经叛逃了，所以站长才着急大肆的更换密电码。他这是病急乱投医。紧急联络所有的行动人员，当面告诉他们，原频段、密码、发布时间全部废除，重新约定一套新的联络方案。我绝对不会用一套共产党人经手过的密码。可是我们的行动队员散布在城里各处，当面全部联系一遍，也要2、3天时间。那你还不快去？是。钱组长不在，您先进去等一下吧。林教员，闻什么呢？绿叶色密码比寻常的单表替换密码要复杂很多。如果不是有最紧要的机密，他们一定不会轻易尝试这么麻烦的加密方法。所以破译它就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。中央指示，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，一定要让这座世界名城完好的回到人民手中。上一次见郭阳山的时候，还告诉我，他还在研究绿叶色密码。现在这套密码这么快就被投入使用，想必一定是他研究结果。绿叶色密码，你知道的，短时间内根本没有办法破译，所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尝试联络郭阳山。他跟我们失去联络4年了，这些年一直被困在南京做闭门研究。你要怎么联络？可是我不相信，没有郭阳山的指导，国民党保密局的加密员有本事能够掌握绿叶色密码，他一定回来了。
顾处长，罗副站长说了，特殊时期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佣人的话，这故宫馆的衣物啊，只能由我们送到外面的洗衣店代为处理，还请处长体谅。啊，麻烦了，麻烦了。慢走啊。老板，来碗阳春面。哎，好嘞，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茶啊。茶来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面有个裁缝铺，我跟那个老板熟，我带你去换身衣服可好？哦，这次的开场白还是好久不见吗？这一次是去你大爷的！怎么骂人啊？当年说好了，我们在延安见。可是等到大部队都去西柏坡了，也没见你。你说你该不该骂？孟姐，还好吗？好着呢。到延安的时候就已经是主力医师了。后来随着中央迁到了北平，天天盼着能够解放以后回到上海找你。碧云说了，孟小姐给她写的信比我给她写的信还要多，每个月都会问上海情况怎么样了，有没有你的消息。如果你再不把她接来上海的话，恐怕我媳妇儿就要被她烦死了。等到和平之后，我去北平也行，到时候就找一院子，咱们两家就在里面凑合凑合。还在玩泼热水换衣服吗？那是当年我在余英阁就玩过的把戏。看来这些年没什么长进啊，他。那要把面摊老板还有裁缝铺老板一起抓回来审问吗？现在就打草惊蛇吗？那我给他们设下的套，可就没人来钻了。刚到南京那会儿，老肖同志就联系到了我，安排我入党。可不久，我就和组织失去了联系。来，这4年，我一直尝试着和你们联络，但是我被软禁在南京，没有任何办法。直到等到了曹元忠想要再次启用这礼约瑟密码，我才找到机会回到了上海。
我一直也不愿意为虎作伥，所以这些年就干了一件事，研究李月色密码。怎么样？这回能帮上忙吗？大忙。等解放以后，我就向上级申请，专门给你开个班，把这套密码的原理统统教给大家。你怎么知道和平之后我想要教书啊？因为现在我就在教书，每当被他们问住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要是顾养山在就好了，因为他指定爱看这个。好。说正经的，知道这套密码用在什么地方吗？我只知道这套密码用在罗汉的一个秘密行动上，但是他采用的全都是站外人员，行动的内容只有曹元忠和他自己知道。我目前还没打探到其他的情况。没关系，他的电台我们已经跟踪很久了，碧云那儿有他近2个月来的发报记录。我想有了这个，很快就能知道他要做什么。刚刚的电话里，唐司令指示的原话是，要让上海成为1次大战的凡尔登，2次大战的斯大林格勒。如果上海守不住，就要把它搬空、打烂、炸完。焦土、炸药、上海。我们的焦土计划就是要落实汤司令的讲话，这是焦土计划的初步安排。各位都是毛局长亲自挑选的优秀人才，我已经在上海的电厂、码头、车站等地都布置好了爆炸计划。TNT， 第一批炸药有10万斤，其中 TNT 占1/5。爆炸。就是要把上海炸空。他就是要把上海炸空。这个罗汉简直丧心病狂，入城即炸。他既然敢这么说，想必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也就是说，半个上海的民生设施都被这个疯子绑在火药桶上了。现在我们一个个的去找那些炸药，根本就来不及。况且罗汉用的又全都是毛人凤亲自部署的潜伏人员，个个都是老油条，不好找。也来不及找了。以吴淞为战役的第1阶段，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最后的总攻也箭在弦上。我们不知道他们潜伏人员的数目，就算是拿到名单，也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他们一个个的找到、抓起来。我有一个办法。当时在延安学习的时候，我们的教员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情。4渡赤水之后，中央首长批准了曾希圣提出的建议，冒充蒋介石发报，为南渡乌江赢得了时间，使红军得以甩开尾随追击的国民党军。你是说，我们可以用李约瑟密码冒充罗汉，给他的人发报？
小六，来，听听，这个时间这个频率，为什么会有人发电报啊？这是罗副站长前几天刚刚申请的新电台，还特意交代过不用侦测。新电台，咱们不是有给他配置专门的行动电台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您来的当天就申请了新电台，还说这台他自己发报，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。这罗副站长现在都这么不懂规矩啊！不用我们密电处过问，能用什么密码啊？难道用着公家的电台，用他自己私人的密码？啊，您不要误会，罗副站长肯定不是这种人。罗副站长他用的密码都是在机要室报备过的，都是按照流程来的。行，我没有误会，放心吧。我跟罗副站长都是老交情了，10几年的朋友了。行了，你快回去睡觉。是。喂，找机要员。别动。顾处长，怎么是您呢？我听说这个罗副站长申请了一部新的电台，而对照的密码本没在我们密电处备份，却在你们机要处备了份，有这回事吗？是。好啊。哎呀，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放着站里的电台和密码不用，竟然启用自己的私码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严重的违纪。我现在怀疑他暗通敌军。我问你密码本在哪儿？交出来，我要拿回密电处备份。顾处长，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保护密码本，然后把它送去台湾备案，其他的我都不管。倒是您，这大半夜的喊我出来索要机密，恐怕也严重违纪吧，是吧？这样，明天我们一起去站长那儿反映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行，还算懂点规矩啊。那这样，明天一早，我在站长办公室门口，我等着你。来，回去吧，早点休息。那我先走了，顾处长，辛苦啊，辛苦。喂，西康诊所吧？您上次帮我开的方子，我吃完了，这心脏还是不舒服。要不然明早我再去，您帮我瞧瞧。
出事了！罗汉启用了新的频段和密码。不会吧？原来的频段上，他依然在用里约瑟密码发报啊。他的发报手法非常特殊，大音较长，低音急促，我绝对不会听错的。新电台，上海局的同志已经注意到了，发过几次报，我们都有记录。现在这个里约瑟密码，很有可能是罗汉为了迷惑我们，才故意留下来。顾阳山说，他拿到罗汉新电台的密码本，我马上去找他。那么快？顾阳山的情报能力，你是知道啊。每天早上6点，罗汉都会使用里约瑟密码发报，你还是留下来观察他的发报情况。今天你一天都不在所里，你别告诉我你大白天去逛窑子了。沈某确实有难言之隐。哎呀，我大烟瘾犯了，我溜回去吸了2口。是吗？那李约瑟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说你回来发报来了。他血口喷人，他要这么说，我还能说他回来发报呢？他一个瞎子怎么发报？抱歉，抱歉啊，抱歉，抱歉，我忘了，我忘了。他还有一个查理，对吗？对，他有一个查理。对，查理，我看见查理了，是查理发的报。有证据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证据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。他里约瑟没有证据，他可以诬陷我啊！证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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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想，证据，证据，证据，让我想想，证据。电台就是证据。电台在谁手里，谁就是共谍。我知道了，叶爱达和他那个爹易修远，他们父女俩就是共谍。那个易修远啊，天天的猫在所里头，冷着一张脸，谁也不理，鬼鬼祟祟的。他知道叶爱达死了吗？赶紧抓他呀，别让他跑了呀！我之前说过了，不是他们父女俩，不是他俩，啊？董金波、刘方培。你虽然派了他们去执行秘密任务，可是他说不定就偷偷的回到三元里给共谍发报啊。2次，黄二，我要揭发，沈万清就是共谍。黄二，你瞎说什么？傍晚的时候，就是我哥帮他擦的车，他车里有血，我哥就是受了他的蛊惑，为了掩护他才死的。就是你害死我哥！黄二，你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啊？你是不是魔怔了啊？我是师父呀，梁队长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一定是因为他哥哥死了，他受刺激了。黄二，别动我！你个杀人凶手！还在大陆银行存了一件东西。李欢，中列下一传，还是我帮他存的。他看我小，不懂事儿。我当时就在想，一本破书有什么好存的？我就偷偷看了一眼，里面加了一张西格密码破译的照片。梁所长。什么书啊传的？我真不知道啊！
我就是偷了7个密码材料一点点，我想拿到黑市上去卖，想赚点钱。那都是国民党的东西，对新政府一点损失都没有啊！新政府的东西我一丝一毫都没有拿，真的。李焕，你为什么要编排这些东西来陷害我？要死人的！陈处长，请。梁所长，坐。梁所长，你别听他的，梁所长，他刘安，去内阁。阿莫，去大陆银行把他说的那本书给我拿回来。大陆银行指认户主的脸。没关系，多带2个人，带着李小姐一块儿去。等一下，既然都跟你师傅恩断义绝了，他的这件衣服也就没有必要穿了，还给他。你给我的，我会加倍还给你的。白眼狼！说的都是假的，他是诬陷我的，梁所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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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没有，我这你喝咖啡吗？不，梁所长，这资料卖给谁呀？共产党。我没有想卖共产党。就算我卖给共产党，你也不能说我是共谍呀。西葛的事儿呢，我们可以往后再放一放。如果那本《忠烈侠义传》真的在那个保险柜里，那你共谍的身份可就跑不了。梁所长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梁所长，你饶了我，我真的错了。梁所长，我下次不敢了。没有下次，没有下次。梁所长，梁所长，你饶了我。梁所长，我。黄二，师傅，哇，谢谢师傅，巧克力的，甜吗？哇，好甜啊！谢谢师傅。黄二，记住师傅说过的话，如果哪天师傅出事儿了，就把师傅藏在大陆银行里的那个东西说出来，就能保你的命。师傅跟你说过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要听师傅的话。
陈上，沈先生说的对，李焕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长城军团长。梁所长，不好了，梁所长，李焕跑了。梁所长，李焕突然袭击我们，车子失控翻进了江里。李焕水性好，方木队长带着另一个人去抓他了。废物！李焕跑了，梁所长办的好差事。事已至此，我想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些什么了。梁所长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李焕一跑就坐实了他共谍的身份。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向大佐申请全城搜捕李焕，解封森阳里，而不是把时间白白的浪费在我们身上。沙里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走了。是，李先生。你当我傻吗，李约瑟？共谍就在你们当中，今天我一定把你揪出来！关门！够了，梁星远，你到底还想再干什么啊？之前电台在叶达手里，你却说他不是共谍，就因为你相信他。现在李焕也跑了，你给我个解释。如果他们两个人都不是的话，那到底谁才是共谍？就是你，李彦策，你就是共匪，就是你！我看见你让查理发包了，你就是共谍，我看见了，你就是共谍。我看见了，你就是共谍！沈万清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梁所长说了，共谍就在你我中间。我不是，肯定就是你！你能为你说的话负责吗？是你先诬陷我的，连我视如己出的徒弟都反口咬我，何况你这个不知从哪跑出来的瞎子！梁所长，我举报。我知道一件事情可以坐实沈万清是共谍的身份。今天6点钟左右，我在床上休息，那个台灯就闪烁了，闪了几分钟就好了。咱们三阳里的电路一直是老化的状态，根本承受不了大功率的电台发报啊。但是跟李先生家共用电路的，就是他沈万清。所以我猜测那个时候沈万清就在发电报。你胡说！什么叫我胡说呀？华界电力向来供电是个问题，电路不稳定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但是6点这个时间也太巧合了吧？好，我也举报。梁所长，
之前你跟我说你要找的那个白夜有胃病，沈万清，他就有胃病，很严重的胃病，他就是那个白夜。之前我在研究所的卫生间听到他呕吐，他一定是用什么方法混过了那次体检。没错，李先生就是鸦片丁，梁所长就是鸦片膏和烈酒混合成一种强效的止疼药，他一定就是喝了这个掩盖自己胃疼的身份。有一次我们下楼擦身而过，他身上就有这种刺鼻的味道，哎，就是这鸦片丁的味道，一定就是他。你们胡说！李先生，你消消气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和你们拼了！李先生，梁队长，救救我们家李先生！李先生快被掐死了！梁队长，闭嘴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让你死！梁强，让你碰！救我！救我！救人！我的放开！谁他妈让你开的枪？梁苍，梁苍。これが你答应我的，君が出してくれた結果か。攻到北野，已付诸。だからしたいだけか。彼を捕まえ、上海の共産党地下党委員会を白状させるはずじゃなかったのか。大陸銀河上的那種。すでに確認した。奴の仲間が手に資料を持ち去ったそうだ。李さん、お騒がせしました。奥様が
入院していると聞きました。今すぐ病院へお送りします。李先生，去医院。梁所长啊，李さん、落ち着いてください。どうしました？你这是干什么？那你应该问问梁所长他刚才在干什么？さっきの姿このどうして見ぬふりをしたの？梁庆元，梁靖远，你包藏祸心，想借宫殿之手除掉我。原本以为你只是对我的工作不满，没想到你居然想除掉我。大佐，大佐，我身为东园寺大公的义子，却被这个人无端的构陷。我不知道这是出于他个人的意思，还是有人给他下的命令，赋予他这样的权利，再或者，这根本就是大佐你的意思。这简直就是对东园寺家族集体的挑战，更是对整个日本皇族莫大的羞辱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。李先生，私の管理不行き届きで是我管理无能，このような事態を招いてしまい、日本軍部に代わり我代表日お詫び本申し上げます。你赔礼道歉。梁鎮元は这个样子，このままでは研究所の所長は務まりません。李さん、李先生，あなたは研究所の大黒柱だ。これからの研究所はあなたにお任せ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。李さん、李先生，李さんが研究所の所長です。就是密码研究所的所长的。発行！今日戦闘スパイの関するものは全部集めて、全部部隊に持ち帰って、最後は敵物ず発行！陆俊宇。
沈处长今天下午也出去了？李所长就别问了。不让搭车也就算了，还生气。这里感觉怎么样？这里疼吗？没事吧，师傅？快去。国民党33师进攻黄桥之作战命令，决于本日拂晓继续向黄桥之敌攻击而占领之。总队司令孙其仁。
之前你和我说过，找到他以后，我们就撤离。现在我不走了，他用自己的生命教会了我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方法。我想知道他后面的任务，请组织允许我替他完成。我要成为白银。为什么没了？我哥也没了。吴叔叔送我去延安。其实我师父早就料到有这一天，所以他提前把我和我哥脱身的方式告诉了我。他让我把大陆银行能佐证他是共谍的东西抖落给梁景元。梁子，皇儿，我要揭发沈万清就是共谍，这样即使他身份暴露，也能保全我和我哥。那个时候，我就知道他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。只是我没想到那天来的这么快，我连他们最后一天我都没有见着。当晚，师父告诉我要传递的情报就在他的外套里，我就知道我一定要用出卖师父的方式才能把情报带出去。原本我以为我只要成功离开，再把大陆银行的东西取出来，你和师父就能把白夜的身份甩到我身上。但我没想到，外套还是没能带出来，师父才会用那么惨烈的方式。师父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别的不多说了，好好照顾好你哥哥。他脑子里都是数学，是个呆子。如果哪天师父不在了，别怕，要勇敢活下去，要睁大眼睛，替师父好好看看那个新世界。其实我和我哥在跟着师傅的那一刻起，就知道师傅选择了什么样的路。黄桥战役的胜利解决了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中国最进步、抗战最坚决、革命最彻底的八路军、新四军汇合起来了。
能够相互取得更好的配合和更大的发展，使苏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华北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连成一片，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基础，而且使华中革命势力取得了第一步的优势，也就是增加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有利条件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坚持执行党的纪律，坚持执行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不怕牺牲，为共产主义事业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，奋斗到底。